轩，英国发生一个超级离奇的抢案，你看到这个画面，竟然有人什么用拖吊机冲到这个银行里面去，把你 ATM 直接拉了起来。我心想看到这画面，我就觉得够扯了。结果我一搜新闻，不对哦，美国的警察说话，英国发生抢案，美国警察说话，他说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国际团伙犯的。我心想为什么？原来英国有，美国也有哎、对啊，我就觉得这根本是国际抢劫潮了嘛？为什么呢？来，我先讲英国这个案件，你仔细看啊，它原本是在超商里面只有一台 ATM 而已，然后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大费周章，所以你看到啊，这个东西这个机具啊，我们可能会在花莲看得到，但你没想到说在超商外面看得到，它就开着这种重型机具，类似怪手的拖吊机，先把这个门用它的 key 弄破掉嘞，里面的人就开始处理了。对，处理什么？开始把这个相关的这 ATM 啊连接到它这个脱掉的这个我们讲的设备上面。太厉害了！等于说他整台要把它脱掉的时候，而且旁边哦，你会看到公园有一个黑衣的男子，有没有？这最右边的，很像在把风，还在开始快点，警察还没来。然后呢，他先把它装上之后呢，这时候有一台轿车入场了。这台轿车是这种白色的厢型车，对，你就看到默默的就这样开。所以你看哦，小白色的厢型车开过来之后，它就你有没有看到那整个火花在地上在磨蹭，然后把整台 ATM 横空的这样吊起来，就吊起来之后，你想说他要把它放到后座是不是？对，不是。我想我真的觉得这个抢匪说聪明也聪明，说笨也笨，他直接把它放在车子上面。等一下，他直接把它放上面，对他不是把它塞进去哦，就可能紧张还是怎么样，就是跟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他就直接把它放在车子的上面，然后压下去之后，然后整台车子的龟呢猫起啊，猫起呢他就往下之后呢，司机就下来确认说哦拖到车没问题对不对？然后你知道干嘛吗？跟来酸来照，你看哦拖吊车的司机放完之后人跑了。照一个浪杠，兄弟等我啊！跑了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想说那 ATM 里面的钱应该不足以买这台拖吊车吧？这个拖吊车应该更贵吧？ATM 有这么多钱吗？他不管哈，然后呢，开车马上人就这样高歌离席，他真的开走了，扬长而去。那我最后跟你讲哈，他们把 ATM 的钱拿走的时候丢下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台拖吊车。他也留在原地。对，这一台箱型车，他也把它随便丢掉。那你仔细看这一台箱型车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上面啊，这个类似我们讲说反核哦，这种环保组织 NGO 的车，那为什么他要挑这台呢？代表这一台拖吊车也是用偷的。对，这一台箱型车也是用偷的。他偷了这两个之后，再去偷 ATM， 你讲他有搞刚不？我搞刚的啦。然后结果呢，他说这台车我们还专门挑的哦，不是因为它是 NGO 的哦，是因为这台车哦。可以载重1200公斤，我想说大哥啊，你真的是有完没完？因为你载重1200公斤是整台车，绝对不会是它的顶棚。但他挑了一台载重1240公斤的，然后放了超过1000公斤的 ATM， 但是他放在他的顶棚，所以最后还是压垮啦。那警方说没办法，他好像特别早的吧，然后呢，人就这样跑了。那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个东西不是只有英国独揽的？因为你看，来照，这也是，这有这么夸张的事情？这也是在英国，这也是 ATM。那你知道他怎么破坏吗？他就想说拖太重了嘛，哦，因为几台卡大台嘛，啊，几家弄回破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是一样，开着这种福特卡车。就把这个呢直接撞 ATM 机。对啊，你知道他怎么撞吗？弄回破，就把这个盖子给撞翻了之后，然后从里面开始这样一张一张这样把钱这样掏出来。所以你看到底下原本那应该是放钱的地方，对，那钱都被他们掏空了。那整台呢就这样大开花。那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这应该是个国际抢劫潮哈？我不知道他们是有什么这个浪潮是有什么活动还是什么节日的？因为在美国芝加哥哦也是一样哦，滴滴隆。开着一台车，看到这个 ATM， 你仔细看哦，他直接这样撞进来，而且他不是要把它拖走哦，他就只是要把这 ATM 撞破而已。那他有没有成功撞破？有，他还真的把它成功撞破。那成功撞破之后呢，他干嘛？就赶快把这个现金呢全部都给掏走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刚刚讲的是英国跟美国嘛，你说啊，可能英国跟美国最近状况不太好吧，不知道怎么样。哎，你看连印尼都这样子，但是印尼等一下，连印尼也是印度也有。哎，对，印度啦哦，但是这个印度就没那么聪明了哦，这个印度就有点阿三了。你看他在干嘛？他拿着这个，我拿着扳手哦，然后这个钳子，哎，钳子对，然后他开始在那边嘟，他用手，然后就是把这个东西想要把它搅亏。那你看，他只是背了9牛2虎之力，然后还戴着口罩呢，连蒙面都没蒙面。后面的人呢，我们讲好歹也把这个帽嘟，那最后面呢，他就这样真的把这个 ATM 给搅亏。宇轩，我们刚刚特别讲一件事情是，英国跟美国陆续都发生了这件事情，结果没有想到美国警察他是怎么说？哎，太奇怪。这个行凶者胆大妄为跟足智多谋，而且跟过去不太一样，是一次显著的升级耶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你刚才看到这叫物理性升级，但其实它有所谓的科技上升级。为什么我刚刚特别提到 AI， 你知道吗？因为它最可怕的美国发生一起案件，也就是说它的超商被人家抢了，一样是 ATM， 一样被人家抢。
但是他也很好奇一件事，不对，有警报，有警铃，所以你知道他后来是怎么去处理吗？对，他是把他的警报器给用网络关掉，对，用电脑害进去哦，对，关掉，然后都没有警报，所以他不像这些人这么匆匆忙忙，他是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。等于说我把警报都关掉之后，反正没人看得到，他就是慢慢开、慢慢敲，最后把里面的钱拿出来。所以你就想想看啊，对于美国以及对于我们所以这些全球的犯罪者，他的手法手段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有所谓的创造性了。所以跟诈骗集团一样嘛，弄有读册嘛，哦，那港呼撸黑撸当嘛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的警方该如何去因应这种新形态的？而且还好，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哈，因为台湾监视器毕竟特别多，中国天也特别多，不敢在这边作案，该怎么去防范呢？恐怕值得他们好好深思。不是，我们刚刚讲英国已经发生那种很扯的案子，哪有那种直接怪手直接进去，然后直接拖走？结果英国最近更夸张是什么？出门去，你手机一定要特别注意。他们扒手机超级多，大家想问啊，你抓手机，你手机要送去哪里？你要去销赃嘛？结果现在BBC 它特别专栏专门报道一个新闻，原来这一些手机都送去了中国，光是中国就走私了将近英国这种赃物。有4万部的手机，是他们甚至夸张到什么地步？他们很多英国警察说，现在的贩毒集团已经开始不贩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偷手机、卖手机竟然其实比较好赚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罪还比较轻。你现在看到就是什么？他们专门针对国际的旅客啊，尤其是黄种人，甚至连他们自己英国人他也没有关系。反正我有机会我就偷。然后呢，通常是骑摩托车来偷，然后呢他就偷，这很快就直接跑嘞。对，然后你想说啊，那会不会只是那个偶发现象？没有，他们说这个是有那个集团性的。为什么？他们说在10月中的时候，他们破获了一个集团，然后这个集团一开始发现是18人，18人光他们查获手机大概2万多只。他说你不要觉得18人2万多只好像已经很夸张。后来他们群现在去破获，整个集团竟然是40多人，而且呢，他们所销的手机就是偷来的手机4万多只。他说呢，以2024万多只对，他说以2024年来讲啊，伦敦啊一年啊被偷的手机大概8万多只，其中就有一半都是透过我刚刚提到的这个40几个人的一个集团他们所销赃的。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？就是有个女生她手机被偷，她说透过各种方式然后循线，后来就发现，哎呀，我的手机发现她现在在那个希斯罗机场，后来呢她就赶快去通报，那希斯罗机场的警察非常好，说好我帮你找，找到了，除了她手机之外，旁边还有800多只一样也是被偷的手机。然后就一举破获，他们是从这起案件，然后循线，然后才抓到这些人哦。那你想说，手机在台湾很多人用手机占位置的，偷这手机干嘛？他说没有，他说他们专门偷 iPhone 的手机，他们说的他偷这个 iPhone 手机之后，这个歹徒啊，他可以获得300块的英镑，300块英镑已经1万多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就这样辗转卖到中国去，你知道水涨船高，这一只手机竟然变成16万。等一下，我们听错，我今天偷手机我赚1万块，对，卖到中国变到赚16万，是因为卖到中国之后，它就变成削翻了，它就变成4000英镑。他说真的假的？旧手机竟然可以卖到这个行情？你现在看到什么？他们除了破获他们刚刚提到之外，你看他车子里面还有手机，而且他们很好笑。你们看他们车子手机里面干嘛？弄保鲜膜包起来，因为他们说这样子可以防止，怎么可以不会被发现？我知道 iPhone 有功能叫做寻找我的 iPhone， 我就把你整个完全锁住，你就没办法定位我了。所以这告诉我们读书很重要，好不好？这些歹徒没有读书。好，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女生，她后来呢，因为她就有那个设那个定位，她说她就眼睁睁，她说她是去伦敦，就她手机被偷，她眼睁睁她的看到手机来了一个奇幻之旅。什么样的奇幻之旅？她从伦敦被偷，对不对？结果她就坐飞机啊，或者是坐船到哪里？到了杜拜。到了杜拜之后，就在转，到最后到中国，她都快疯了。然后她就直接，而且这个女生叫罗琳哦，这个女生就说我的手机里面有我母亲，而且我母亲已经是得癌症末期。她说我跟我母亲最快乐这一段的时光。结果你就把这些，我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回忆，所以他们才发现说，哇，原来他们到最后这些手机漂洋过海，然后水涨船高之后到了中国去。不是这个非常怪，你说
卖到中国去，竟然可以赚16万。哎，中国有这么缺吗？他不是手机很多吗？是，那不想说，哎，小米不是都卖几亿只，对啊你干嘛丢高？还从国外买那么多旧手的 iPhone？ 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这些 iPhone 啊，就是你知道，如果是中国的手机，有很多是不能用不能下载，比如说什么我说这些中国人想翻墙，对就是拿他们的手机更好翻墙。对你可能不能去下载国外的一些其他的软体啊，这一些，他们就拿来翻墙，比如说 Line 啊，包括 Meta 啊，还有包括什么 X 啊这一些的，你如果在中国可能没有办法，那用这个国外的，尤其是 iPhone 手机比较好翻墙。但第二个，我个人认为最有可能你知道什么吗？诈骗集团。刚刚不是提到诚志的诈骗集团吗？诚志的诈骗集团，它事实上被指在那个柬埔寨曾经被破获，你知道它的手机多少只？你知道吗？竟然有10几万只，而且10几万只各种的手机，但其中苹果手机非常多。对，那他们就说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现在流行各种不同的诈骗，其中有一种诈骗是什么？爱情诈骗，而这爱情诈骗专门锁定谁？就是专门锁定。就是美国的这一些已经是退休的族群，他们一年光是这些被退休族群被诈骗是几十亿美金，甚至上百亿美金，所以他们才会美国才开始来抓这个诚志的相关的一个诈骗集团。所以这些的在国外偷窃的这些手机，光是英国一年被偷十几万只，光伦敦英国每4只被偷的手机里面有3只都被伦敦偷，所以伦敦光2024年就被偷了8万只的手机，所以他们就说现在很多光是连他们自己英国人就说，我现在到伦敦去，我都有心理障碍，一进去到伦敦，你就准备我的手机要离开我要被偷的一个心理打算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